哇，这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高楼密集的景色啊！太平山缆车真的很斜，在大楼之间穿梭的叮叮车，来这里感觉已经是用意志力在塞食物了。原来这就是香港最热闹的中环吗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陈凯的读书升级。99%的观众尚未订阅，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早上7点半，准备杀去太平山顶。因为看夜景怕太多人，昨天走2万多步，今天早起确实蛮疲惫的。超商挑一些没看过的食物尝试，朱古力好喝很浓，草莓乌龙有点化学味，五重芝士饭团加热应该更好，三文鱼饭团普通。我们从港铁中环站走到山顶缆车搭车，大约15分钟左右。沿途都是这种大片玻璃的商办大楼，比较新，应该是因为还很早，路上也没什么人。8点多就到山顶缆车门口了。这里如果是傍晚才来，应该会排很多人，所以我们不用等，可以直接上车，来坐海景第一排吧。请注意。这个上山的坡度真的蛮快的。一下子就比前面的建筑物还高了，沿途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物盖在山坡上，而且也都蛮高的。有些店太早甚至没开。杜莎夫人蜡像馆就在这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没有看，不然我真的很想一探究竟。毕竟里面有这么多名人的蜡像。这边也有一间 Arabica Coffee 阿拉比卡咖啡、趴咖啡、Person 咖啡，让你在山顶看风景时还有咖啡配。我蛮喜欢这家咖啡的设计，简约明亮，干净有设计感。早起还是得配一杯咖啡吧。这边有家扭蛋店，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一颗超级贵，果断跳 game。来到凌霄阁摩天台景观景台，建议提前上晚买好。也是有一些很早就上来的朋友们，今天运气不错，虽然是有一些雾气，但还不算浓，所以还是看得到这些林立的高楼大厦。如果不想花钱，也可以徒步到附近的卢吉道景观台，据说也是不错的眺望点。这边磁铁真的超级多，有收集磁铁的建议来这边挑选，各种香港的风景啊、食物、港铁相关的类型应有尽有，直接让你选择障碍。大约10点多，整个人潮开始飙高，非常多人开始涌入太平山顶，我们则选择此时退场，前往下个目的地。香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搭车方式，就是是叮叮车，它是只有在港岛这边的，可以搭一次看看，因为我觉得搭这个很有香港的氛围，距离对向的朋友们也很近，可以趁机打声招呼。每台车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广告的关系。叮叮车是后面上车，前面下车。搭车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资讯跟你说到了哪里，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下车地点。尖迷地城是港岛比较靠左的地区，很多人会在尖迷地城新海旁拍照，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夕阳出来比较好看。这边又有一间 Arabica Coffee， 肚子饿，先在这家吃个肉蛋包，它烤的蛮酥脆的，蛮好吃的。这家简餐店外观也蛮好拍的，它比较欧美风格一点的外观。往上走有一个篮球场，这边有很多人在拍照，也是一个热门的拍照点。这是往海边看的风景，但是其实有点距离，所以你的相机不够好是拍不到的。这是我拍他拍的景色。
香港有来自英国的 M&S 超市，这里有一些即食肉类食物，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。肚子又饿了，随便吃一家烧腊饭看看。这种五宝饭的颜色搭配起来蛮漂亮的，而且味道也还不错。来到九记牛腩，不得不说这个伊面真的蛮好吃的，它的面体跟一般的面不一样，咖喱口味真的是非常香，肉也很软，但是好像有点咬不烂，后来几乎都用吞的。来到盛香园，就在九记斜对面而已。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是用意式机在塞食物了。这个牛肉面我觉得偏普通，除非很爱番茄。这个面包烤得蛮酥脆的，但是偏硬一点。实在是太饱，必须要消化散步一下。丝袜奶茶创始者蓝方圆怎么能错过呢？喝起来茶的涩感比较重一点。来到另一家有名蛋挞店 Bake House， 它比 #B 小颗一点，刚出炉也是蛮脆的，但比起来我比较喜欢 #B。大馆是旧时的监狱，在这里可以看到犯人居住生活的环境。对历史有兴趣的话，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好地点。来到葱少吃龙眼野果冰，其实我不太懂这个味道，吃不太出来好吃在哪里，但是可能是太冰，所以吃不出它的龙眼味道。热的椰汁炖双皮奶就蛮好吃的，甜甜的椰奶味很温暖，可以参考看看咯。路上经过卖感冒药的店，路过时看起来很新奇，而且晚上也凉凉的，刚好来杯温暖的中药救救自己吧。哎，看这表情就知道味道了吧？请憋气喝完它。可以倒掉吗？刚刚的感冒茶太苦，必须覆盖掉它的味道。可是好像点错了，把可可点成咖啡了。请大家不要用图片来点餐，但也还不错啦。火腿通心粉，它的汤底是鸡汤，味道蛮清爽的。很多店家都有卖这个通心粉虽然都大同小异。这旁边有一家喜茶，来跟风喝一下看看吧。点这个葡萄口味，蛮甜的。这家 Shake Shack 我也非常爱，刚好看到它有卖芥末口味的汉堡，其他地方没看过，来吃看看。这薯条配芥末酱其实蛮搭的，不会这么容易腻啊。但是如果想吃爽的话，建议还是吃原味的这种起司酱口味啊。夜晚的中环商圈依旧是非常热闹。我们再次来到兰桂坊，享受一下夜晚的氛围。看到这一坨欧美脸孔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混进去。哇，这条巷弄快被人给挤满了。宵夜尝试了朋友在 Vegan Bakery 买的这个抹茶麻薯丹麦酥塔，好长哦，整个爆炸流汤，真的很夸张。自己吃可能会蛮腻的啦，但是真的很爽，像是抹茶自由一样，推荐给爱抹茶的人。香港最后一天继续暴食行程，昨天也有看到这款杯子，又是通心粉面，这个米粉汤不错吃。
路边经过这种专卖港式小点的店铺，蛮惊讶的，因为真的蛮好吃的。鸡拉粉肠吃了马上拉，在店铺路边直接吃起来。点了牛肉丸，虽然里面有点红红的，但老板说有熟啊，反正好吃就好，而且很大颗，有分量。鲜虾菠菜饺，哇，这真的超好吃的，咬下去的菠菜味在嘴里绽放，外皮又很薄，完全不会抢走味道。肠粉也还不错吃，但鲜虾菠菜饺真的大推。突然变得很多人，还好我先来了。香港麦当劳也有卖通心粉，蛮想踩点的，但是实在是太饱了，晚点再看看吧。从远处就看到这个排队人潮，来到排队名店澳洲牛奶公司，看到这名字就感觉不简单，满满的人，他们真的很多这种炖奶的甜品，点了这个蛋白炖鲜奶跟杏汁炖鸡蛋，都蛮 Q 弹的。这个炖鸡蛋真的吃得出来鸡蛋的香味，跟杏仁加在一起也是蛮配的。我点一个热的，一个冰的，配在一起吃，温度刚好，可可味道也是蛮浓的。是富豪雪糕车，但是时间关系这次没有吃，下次再试吧。来买一个好像是蛮有名的蝴蝶酥，从港铁走过来是有点小远。他卖各式各样口味的蝴蝶酥，整个店面有种高级感，不外乎价格也很高级。时间来不及啦，大家看香港的计程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的士，香港是右驾，跟日本一样。去机场前又遇到争鲜，只好来吃一下香港这种鲑鱼虾卵包成圆形的形状的寿司啊。可是这个吃起来比想象中的甜，没有想象中好吃的味道，但至少造型还算不错啦。来到机场就准备回家了。最后一餐港式叉烧饭，意外的非常好吃，肉与蛋的碰撞，恰到好处的调味，让我们可以心满意足的离开香港。国泰航空飞机餐，印象中没有什么味道。这次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陈凯尔，下次见，拜拜。